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梦君，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顶上战争第3部分的内容。海贼们都震惊了，七武海暴君熊光是一个就已经让人很头疼了，这么多的大熊站在那儿，这仗是没法打了。且不说这些人间兵器的战斗力如何，就看一大群暴君熊站在那儿的气势，已经让人畏惧3分。这就是世界政府顶尖的科学家贝加庞克的尖端技术，他将研发出来的人间兵器作为海军战斗力输送到世界各地区处理各种事务。和平主义者战队带头的是战逃丸，用电话虫向荒原报告了情况。原本的作战计划是和平主义者将海贼们包围到湾内，一举歼灭。但现在海贼们依旧十分分散，很难短时间内摆平。海贼这边通过战逃丸的汇报，猜出了海军们的作战计划，先是释放出对艾斯提前出行的消息，让海贼们急躁起来。接着海军们再缓缓向湾内撤退，引诱海贼们深入，最后再用和平主义者进行外围夹击，把海贼们包围在湾内进行集中歼灭。白胡子早就看穿了海军们故意在引诱大家深入这个计谋，于是让众人们分散出去攻击周围的军舰，避免被海军包围的悲剧。战国观察了场上状况，下令继续对白胡子麾下的海贼进行攻击，先干掉外围网的海贼，再逐个打击。战逃丸得到命令后，指挥和平主义者进攻。一大群暴君熊造型各异，从嘴里或手中发射光波，对海贼群进行无差别轰炸，就连海军和军舰也不放过。白胡子当即大喝一声，命令手下的海贼们向广场内猛攻。马尔科带队向广场内的海军发起进攻，反正退路都已经被和平主义者堵死了，干脆就直接攻到出行台之下就可以了。海贼们在各司队长的带领下，咆哮着向海军与和平主义者杀去。战国将海军们调回广场进行攻防战，迎面有海军，背后有和平主义者，场面十分热闹。比斯塔这边和鹰眼依旧打得难分难解，互相试探之后，比斯塔使用蔷薇乱舞攻向鹰眼，鹰眼则甩出刀锋回击，双方打得十分焦灼，或者说都没有使出全力，只是象征性的过了几招。鹰眼兴致全无，提出来终止比试，二人达成共识，各自离开。战场外面，香波地群岛，记者和平民们通过转播信号密切关注战况，然而信号突然戛然而止，除了中间的大屏幕，其他的画面陷入黑暗。接下来，海军将要对海贼实行最为惨绝的作战行动——包围墙壁。此包围战术一启动，这些海贼将要和艾斯一起被一网打尽。路飞宛如一只灵起的松鼠，在战场上上蹿下跳，悄悄地向出行台靠近。突然一阵闪光袭来，光芒之后，黄猿站在了路飞的面前。接着黄猿对路飞提出了颇为争议的一脚，这一脚到底是救了路飞还是伤了路飞，至今仍然是个谜。慎平在不远处接住了被踢过来的路飞，有大将挡在前面，加上体力不支，路飞的士气大减。这时白胡子的几个队长站在路飞前面，一边鼓励路飞，一边给他做开路先锋。海军这边下达了撤退命令，退守广场等待时机。斯莫格不再和汉库克纠缠，转身与达斯奇一起回防。汉库克心里十分担心路飞，期盼着路飞能救出哥哥。战国焦急地等待着所有隐形电话虫切断信号，实施包围作战。但是有一只隐形电话虫的信号始终没有切断，而这只隐形电话虫始终没有找到，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战场的角落上，巴基团队霸占唯一的隐形电话虫，对巴基进行全方位包装，360度无死角拍摄，疯狂宣传巴基的先进事迹和光辉形象。战国都要气炸了，赶紧派人出去抢回隐形电话虫。香波地群岛记者和民众更生气，大家聚在一起是想看现场战况的，不是看巴基个人屏幕秀。众人愤怒的只飙脏话。白胡子身边消失了许久的斯库亚德终于露面，他神色僵硬，举止怪异，说了一堆奇怪的话之后，突然拔刀刺进白胡子的身体。斯库亚德此举震惊现场所有人，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战斗，惊呆地看向白胡子这边。巴基小队的隐形电话虫无意中将这一幕拍摄下来，直播给了全世界。白胡子居然被人刺杀了，而且刺杀者是他麾下的海贼团船长，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为什么一向忠心耿耿的斯库亚德会对白胡子刀刃相向？马尔科远远地看到这一幕，俯冲下来，一脚将斯库亚德踢倒在地，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斯库亚德不服不忿，告诉马尔科，这一切都是被他们逼的。时间回到几十分钟之前，斯库亚德在战场角落里遇到了海军大将赤犬。赤犬告诉斯库亚德，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胡子海贼团和海军的阴谋。艾斯是海贼王罗杰的儿子，这样战争的局势，海军高层中早就有了定论，白胡子和艾斯都不会死，而他们这些欺压的海贼团会成为牺牲品。斯库亚德起先并不相信赤犬的话，赤犬却让他静静地看着。接下来，海军的包围圈只有白胡子海贼团不会受到攻击，其他麾下的海贼团都是海军打击的对象。斯库亚德一看，
果然如赤犬所言，海军战术上并没有对白胡子的人出手，和平主义者攻击的只有那些麾下的海贼。赤犬机器鬼斯奎亚德洗脑，只要能帮助他们海军刺杀白胡子，海军保他们海贼团安全离开。斯奎亚德震惊之余有些心动，于是就有了这些行为。斯奎亚德将自己发现的这个惊人秘密大声传达给了其他海贼，海贼们都很震惊，军心大乱，所有人无心战斗，等着白胡子一个交代。斯奎亚德刺伤了白胡子，早已做好了被干掉的准备。他站在白胡子面前，无所畏惧。白胡子巨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跪倒，他静静地听完斯奎亚德说的话，沉默了半晌，面露悲伤。他千算万算，没想到战国居然还有策反这一招。克洛克达尔突然勃然大怒，他最想杀的就是白胡子，但是没想到白胡子现在居然这么虚弱，让人失望。这也是马尔科最担心的事情，以斯奎亚德这种级别的实力，怎么可能偷袭得了白胡子？就算是亲信，也无法暗算白胡子。现在的白胡子已经病魔缠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反应能力越来越下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白胡子挣扎着站起身，突然出手将斯奎亚德抱在怀里。他并没有怪罪斯奎亚德，因为他很清楚斯奎亚德的忠诚，一定是有人暗中唆使。白胡子旗下的很多海贼团对罗杰恨之入骨，不过不能因为对罗杰的憎恨就要抛弃艾斯。在白胡子眼中，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子，不分贵贱，不讲身份，他们所有的生命和艾斯一样重要。今天被海军抓起来的人不是艾斯，而是别人，白胡子也会动用一切力量和海军总部为敌。白胡子的一番话让斯奎亚德颇为震惊，他没想到触怒了白胡子，白胡子不但没有杀他，反而依然将他视为己出。一瞬间，悔恨和懊恼涌入心头。白胡子站起身来，暴怒出拳，将两边冻结的海浪瞬间击碎，给海贼们打开了一条退路。接着，白胡子提起纵云切，跳下莫比迪克号，冲向海军。战国立刻下令全员戒备，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要动手了。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从巨型海贼船上纵身跃下，开始发飙了。前排的海军吓得当场愣在原地。白胡子举起大刀纵云切，指向出行台，微微一笑，身后的海贼们便嚎叫着向出行台冲去。海军立刻用重炮还击，白胡子一拳冲过去，利用真正果实的能力将炮弹怼了回去，击垮了海军的炮台。海军总部内部，终极围剿战术包围壁已经启动，但是由于青之制造出来的冰层太厚，包围壁无法及时发挥作用，这样一耽误，海贼们已经大范围突进，海军失去了最佳的作战时机。另一边，斯奎亚德沉浸在对白胡子的惭愧和内疚中无法自拔，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不断的自责。战国不愧为智将，这一招反间计十分奏效，但是错误已经犯下，再怎么自责似乎都没有用了。马尔科看到斯奎亚德悲痛不已的样子，于心不忍，走上前来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光哭就能报仇吗？海军的反间计使得白胡子受了伤，彻底激怒了白胡子海贼团的船员，大家愤怒地吼叫着冲向海军的阵营之中。海军这边象征性的射击一阵后，迅速回撤到了总部要塞里。这一奇怪的举动被慎平和伊万科夫看在眼中，二人作战经验很丰富，一看海军的这个动作就知道肯定又有阴谋。战国这边本来计划得很好，包围海贼的时间掐得很准，但是因为冰层意外的厚，导致作战计划无法按时进行。元帅战国很不爽，属下一看老大脸色变了，赶紧拼死阻拦海贼。海军本部中将巨人族约翰从后方跳出来，拿起巨型战刀冲进海贼堆里猛砍，大刀宛如收割机一般，所到之处一片哀嚎。中将约翰越打越猛，结果上了头，举刀砍向白胡子。白胡子单手举起纵云切，轻松将约翰扛了下来，接着手臂轻松一甩，就将巨人给甩开。白胡子放下纵云切，双手抓住空气，一个猛甩，整个马林凡多倾斜过来。白胡子凭借一己之力撼动了整个岛屿，若是再早10年，恐怕白胡子一人就能掀翻整个海军总部。岛上的海贼和海军们被掀翻在地，海贼们大叫着躲开白胡子，毕竟这种力量已经不是地震那么简单了，靠得太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路飞在随着倾斜的岛屿跌倒的瞬间，看到了真正恐怖的一幕。不只是马林凡多的岛屿，整个马林凡多的海域都被白胡子掀翻，海面被分成了若干个平面，仿佛被人用刀子整齐地切开过一般。天空中乌云压城，强大的压迫感仿佛要压垮整个大地。这种灾难性的力量让人倍感绝望。不愧是世界最强男人，弹指之间毁天灭地。马林凡多剧烈的倾斜，整个海军总部被看不见的力量割开了一道裂痕，房倒屋塌。不仅如此，马林凡多的冰层也随即开裂，形成一道道深壑。路飞一个脚下不稳，跌入裂缝之中，他伸长手臂去抓悬崖边缘，慎平扑过来，一把抓住路飞，把他救了出来。
一阵混乱之后，终于恢复了常态。大家定睛一看，海军总部的一栋建筑直接被摧毁了。海军中将约翰还想继续挑战白胡子，白胡子跳起来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个震荡拳，不仅将约翰击飞，冲击波直接冲到了出行台前，眼看就要将出行台摧毁，突然一阵爆炸，白胡子的冲击波被人轻松化解。众人向出行台看过去，站在出行台前方的正是海军3大最高战力3大将，3人合力化解了白胡子的冲击波。乔斯站出来，带领手下向出行台猛冲，这是白胡子制造的好机会，决定不能浪费了。战国看着海贼们激情再燃，而爆威臂还没有启动，气得直咬牙，交代手下就算把全岛的能源调过来，也一定要将爆威臂启动。海军领命后，调动了所有能源，以最大功率启动爆威臂。海军爆威臂终于撞破了冰层，成功启动。真正的铜墙铁壁将海贼包围在马林凡多的内湾。爆威臂上装备着重炮以及炮口，不明材质的外壳可以抵御一切的攻击。大多数海贼还处在懵逼中，海军已经准备好做最后的进攻了。无数门大炮由炮口伸出来，瞄准了内湾。众人在绝望之际看到一条光明大道，有一处包围壁被小奥兹巨大的身躯压在底下，无法顺利启动。只要众人顺着小奥兹的身体进攻，就有机会突围。不过战国还有 B 计划，他唤出赤犬，赤犬一招流星火山将岩浆打向天空。昏暗的天空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突然无数个岩浆流星从乌云中降下，岩浆打在湾内的冰层上，冰层迅速融化。攻上湾内的海贼们很快失去了落脚点，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由于包围壁的作用，海贼们被死死地困在了湾内。赤犬的攻击将外围的海贼船也一并摧毁，海贼们被切了前路，断了后路，濒临绝境。而包围壁上的重炮同时一起发射，猛攻湾内的海贼们。另一边，和平主义者也围了过来，无数激光波攻过来，将海贼们打散。大家成了真正的梦中之鳖。白胡子对准包围壁冲出一拳，然而即便猛如白胡子，依旧只在包围壁上打出了一个深深的坑洼，包围壁依然耸立在那里。看来海军的包围壁不是一般的钢铁铸成，连白胡子都无计可施。赤犬的攻击直接将白胡子的战船莫比迪克号摧毁，这似乎也预示着白胡子即将迎来自己的生命终结，他已经没有船返回新世界了。白胡子海贼团被困死在包围壁内，海军的目的已经达成一半了，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关键人物艾斯。战国用广播对全员宣布，立刻对艾斯进行，不得耽误。路飞一听这样，跳起来就冲。现在能突破包围圈的道路只有一个，就是小奥兹用身体筑出来的通道。路飞带着所有的海贼向这个唯一的通道奔去，而海军早已在这里做好埋伏。海贼刚一接近，这边就是炮火连天，哀嚎不断。路飞无视猛烈炮火，咬紧牙关向小奥兹方向狂奔。一个炮弹击过来，打碎了路飞脚下的冰层，将路飞打入水中。在海贼们正被海军的火力压制的关键时刻，小奥兹突然苏醒过来，他低吼着艾斯的名字，将巨大的手掌伸向艾斯。海军一看小奥兹居然醒了，那还了得，集中火力对着小奥兹猛攻。小奥兹生命力十分顽强，正面承受了海军的火力之后，依然屹立不倒。海军大将黄猿看不下去了，准备亲自动手了结小奥兹。然而此时突然降下一股海流，冲刷到了黄猿的面前。任凭用海流过肩摔，将海流连同路飞一起送到了3大将的面前。路飞手捧一根粗壮的桅杆，落地之后直接将桅杆甩向3大将的脸，大喊一声：“把艾斯还给我！”白胡子看到路飞的举动后，立刻指挥手下借此机会向海军发起偷袭进攻。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